给大家看你买那个手套，它就不会被割到的。你也不能天天戴啊。那个东西我有啊，你也不能天天戴吧？你甚至不能天天放身上，因为这种事情你碰到的几率是很低的。你戴3个月没事情，你就会放一边了。对。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训练当中练出来那种感觉，跟那种反应。感觉。feeling。你流感吗？危险的 feeling。这怎么练？就是在我教你们那个打虾驴，他们以前就从小用这些东西练打虾驴。啊，这个好，在那个他们问啊 ，Hello， 来，干脆过年前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好了。Hello， 那是来。在这个社会，所有的自我防卫啊，靠技术、靠器械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你有准备的情况下才能用的。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状况啊，是我们没有防备的，甚至在我们疏忽的时候，坏人要做事情，他们都是计划好的，都是有准备的，是不是？你们看那个最近发生的那个，他准备了多久？计划多久？所有犯案的人，除非那个神经不正常的突发性的，所有犯案的，他都是准备，甚至一个小偷吧，他也经过很久的训练，很久的观察，他来偷你。所以别人对我们做出一些侵害的行动，那个对方他是经过，第一个他是经过训练的，第二个他是经过严密的计划的，第三个他是有丰富的经验的。而我们被侵犯的人呢，我们是没有准备的，没有防范的，没有经过训练的。那你说要怎么办？怎么防范这种突发的事情？在以前练武就是练什么？我会跟你们讲的，练出什么觉察力，练出觉察力啊！觉察力是什么？就是突然有一个声音，或者突然有一个压力，你感觉到有一个压力，或者身体产生到接触到身体了，或者你感觉到一个危机感，这个东西是叫做觉察力。当发生这些感应的时候，你会突然警觉起来，身体就防备起来。所以在练所有的技术之前，以前呢练什么？练这个东西，练这个东西啊，就身体的觉察力。以前的人比较，他在环境里面就有啊，因为他在野外，他到森林里去，他到任何地方，他知道会有突发性的事情发生，他知道会有突发性的一条蛇啊，一只野猪啊，或者一个坑啊，或者一个东西，他们知道他们的环境里面有很多这种预想不到的危险的情况发生，所以他们的生活里就会有这种觉察力。那练武的怎么练？练武的他们从小我讲过，从小就练什么？玩那个游戏，打虾驴。打虾驴就是练这个，从声音开始到身体的接触，就是练这个。他们是从小孩子游戏的时候，能够跑，大家在一起玩啊，5岁啊、6岁啊、10岁啊，一直到
大，常常是这样玩的。这样玩就是练出来那种对危险的那个觉察力啊。那这种东西现在比较少玩，像他们小孩子啊什么，根本没有这样子练没有这样子玩所以我们可以来玩一下。以后你们有兴趣，你们回到家去啊，1个礼拜也不行。回到家去可以跟自己的孩子夫妻之间也可以以前我在家里是，你用那个纸卷成纸筒，你眼睛蒙着，我让我女儿用那个来打我用这样子玩你可以这样去打，可以这样去打爸爸但是记得要用纸用纸筒不要用钢管所以我们可以来练，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练几个阶段把它练熟。你知道了以后，回到家或者有几个人在一起，你们就可以玩，当作玩。玩是什么东西呢？我常常讲，你们练拳我们学武术要带一个严肃的心情去学武术，可是你在练的时候要带什么？带着玩的心去练玩跟练有什么差别玩跟练有什么差别？对，现在小孩子都不会玩了。现在小孩子学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进阶，都完蛋了。玩是没有目标的，玩是没有目的的，玩本身就是一个趣味，就是在成长，就是在学习。当你练拳，你说我现在在练拳，我在练八卦，我在练什么东西，然后我一练就是我在练武，你带一个目的。我要练什么？我要练成什么？这个时候你的心不会静，你也不会松，你练的东西都被局限了在一个你设定的范围内了。这个范围是在你练以前你要去想好的，你要去认知的。可是，一下去一练的时候，抱着这个东西就去玩。所以打虾驴，把它变成是玩，它就是一个游戏。虽然它有功能，可是这个功能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唯一的东西，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是要去刻意追求的目的，就当玩。玩的时候，你的感觉力才可以放开，你的感觉力会放开。这样不懂？好，来，打虾驴，绝大部分有学过嘛？新同学你没学过，你没学过，其他你学过吗？没有。好，打虾驴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是驴，我的虾驴就是眼睛遮起来的一只笨驴子，然后我是驴，当驴的人就在中央，然后周边来那个学过的站我边边，然后我眼睛蒙起来。第一个阶段，他来打我，不要打中，只是要什么造成皮肤的神经感应就够了所以我闭着眼睛，他要来打我，比方他要打我的胸，打我的左胸，他先讲，他在打以前他先讲左胸，然后他进来帮我左胸拍一下，他要打我的腰右腰，他先讲右腰，然后进来打。讲跟动作不能隔得太久，有人说右腰等1分钟，
你才打右腰。当他讲右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在游戏当中是放松的。当他一讲右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那个神经反应会啪一下子到右腰去。那个时候他刚好说右腰就接受到刺激了，所以这个接收跟这个反应，它能够 meet， 它能够对得上，它能够对得上，晓得吗？啊，所以所有都可以啊，前额、后脑啊，所有的地方啊，不要打阴了啊。那对女孩子不要打胸啊，就是避开肩呐肩啊、手臂啊、腿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中间的人呢，第一个阶段不要动，就站着，站着，你们来。左肩，右肩，右腰，左肩，右胸，什么？肩膀，哦，好，要讲清，要听得懂啊。好，来，左肩，左腿，右胸，啊，这样子，第一阶段，先这样子，去训练你的身体每一个部位。别人讲到什么，你只要静下来就好了，然后去感觉这个刺激跟反应，它是匹配的。先做到这个。我把阶段先讲完，可是你们必须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啊。第二个阶段是什么？你不要讲部位了。第二阶段是你要进来以前，你先拍个手，你拍个手，他的声音在这边，声音在我的前面，他就进来，他打的部位就是在我前面的。这个声音在我这边的，他打进来就必须是在我这边的。你不要说前胸啊，啪打到这边来，或者打到这边来就不行了。你这是这个，你就必须在这边，在前面，听不懂？这时候就不讲部位了，不讲部位了，啪到，啪到，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发这个声音了，踏脚。我这边一踏脚，啪进来，这样不懂？他那边一踏脚，从那里进来，啊。文静，你都不要反应嘛？你都不要？不要，这几个阶段都不要反应。再下一个阶段，就是不发声音了。但是他打到的部位啊，你们来。就是你打人家碰到的部位，打到的部位，你要做一个防卫啊，一个吸收那个力量的反应。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做这个啊，屁股的啊，腰的啊，头的啊，这边的要感应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打的人要给一个这样的刺激啊。可以请问一下，那这个阶段也是这种打法还是？不用，就是这样子，就是叭，然后他啪，他这边闪一下，哒，这边收一下。要你被碰到的部位，要有一个反应，晓得吗？再接下来才是什么啊？你们来。
才做这样的防卫，晓得吗？先到这边，再下一步才是走了，才是要动。这已经要很久了，这已经要很久了。有记到那个程序吗？你们必须一步一步的来，啊，把一个部分培养好了，再到下一步，这样不懂？周围4个人、三个人啊，通行啊，7、8个人，通通可以。但这个打虾驴的这个人啊，不要太久，因为人的专注力是有限的，那个时间是有限的，这样不懂？大概轮一回，但是也不要照一定的顺序，这样不懂？不要变成一定是你完了就是他完了就是他，跳着，听不懂？懂哈？好去玩。